这是元稹写的一篇文章，然后这文章呢，因为假托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叫张生，啊，可是元稹姓元嘛，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要写张生？这到底是一个虚构小说，还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啊，看你是怎么想。我认为可能是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啊。然后这是在唐朝啊，唐朝的那个思想啊，跟现在或者跟我们想象中的古代不太一样，但又有一些很接近的地方。至于文章一开始就介绍张生这个男主角，做事情都遵守礼法，就是跟人家吃饭的时候，有些男男女女混杂，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其他人都色胚子这样哈，然后好像都希望占人家便宜，只有他表面上是这样啊，其他人就这样个性表露无遗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过了23岁，从来没有跟女人接触过啊。聪明人就问他，他就告诉人家说为什么？我是很好色的人呐，这好色不是现在的意义啊。可是呢，我从来没碰到过值得我去好色的那种人，没有。我对那种万事万物中间很特别突出的、特别表现好的、特别漂亮的、特别什么，我呢从来不放在心上。总而言之，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人啊，不碰到他喜欢的人，他是不会做出任何非礼之行为的。好，这是先介绍这个人出场啊。接下来就要介绍这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因为崔莺莺跟张生，那个张生呢没有讲名字，这个前面有个过场的故事，就是有一对母女啊，一对名门之后的母女，爸爸过世了，然后灵柩停在庙里面，在那边做法事。然后呢，刚好又被盗匪所围，呢，这个张生刚好住在庙里面，他认识一个他的朋友，是一个将军啊，好像叫孙飞虎吧哈，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孙飞虎将军，孙飞虎就来营救他，就解了这个庙的围，然后这个老夫人呢，就郑老夫人就要答谢张生救命之恩，感谢他的德啊，请他吃饭。别忘了，这一切都还在庙里头。西厢记是庙后面的西厢，不是一般大宅地的西厢。各位别忘，这故事一切都在礼法的背后所做的事情。好，然后就跟张生说，我小孩小，女儿也小，就你救了我们家的命，就像我们家的再造的恩人，对我们家的恩德真是常人的比不上的啊。这样好了，我就叫我的女儿称呼你一声哥哥啊，来报答你对我们家的救命之恩。先叫他儿子出来。儿子出来拜见这个救命恩人啊，你就将来称他张哥哥啊。叫女的出来，出来拜你的哥哥啊，你哥哥救了你一命啊，救我们全家一命啊。这个女的呢非常拿翘啊，请了很久都不来啊，这表示这个女的有脾气啊，不是像弟弟一样叫就到。出来了呢也没打扮啊，就平常穿什么就这样非常随性就出来，一出来看，哇，真漂亮啊，惊为天人，就惊吓到。这个女孩都没讲话，都妈妈在说，想诱导她说话不对，就是不说话，想再跟她多说话，表达一点情意关心之情，找不到门路所以一开始就是碰了一个钉子。张生就托红娘啦，这红娘这种重要关键的人就地位就出现了但是红娘要长什么样，你到时候要看这个故事中国历代的故事，红娘都是一个瘦弱的小女子，非常机灵，非常活泼这完全跟原始故事是不符合的好，常常送礼给这个红娘，他也跟这红娘表达他对他们家小姐的好感。第二天来了，红娘又来，就跟这个张生说，我们崔家呀，我们老夫人他们家可是大家族开玩笑在唐朝的时候，清河崔氏是大姓碰到这种大户人家，你就应该跟大户人家交往的规矩，用这种规矩来跟他求见，不要这样子就请我这样通，这样不像话的。大户人家的姑娘都知道规矩张生就找着借口了，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规矩，我讨厌这规矩所以呢，我就是到什么地方去，我这个人都不是眼睛都不乱看的，我讨厌这个人虚假我平常都这样，就没想到昨天见人家小姐差一点我就把持不住了，走路都忘了停下来，吃饭呢都不知道吃饱了，或者吃饭也不知道饱不饱。
我再这样下去啊，我看我活不久了。你叫我用正式来要搞3个月，我那个早就枯干瘪死掉了。你干脆在鱼市场里面找我好了。啊，这个卑女还是有规矩的，说我们家姑娘可是非常非常守礼法的，你不要乱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们家小姐不会接受你的。我们这种下人跟她建议，她不会听的。我们家的姑娘小姐呢是文学少女，你就多写一些文章，在po上部落格，在微博上面多发表一点什么感伤的文章。你不知道她文章做得好，很多仰慕她的人呢，那点阅率超过10万呢。啊，你就写一首情诗，你试试看啊，扰乱她的心情。只有这条路，你就多写诗吧，多写诗让她了解你的情意啊，有可能她会跟你来往。这是她小姐写的诗，小姐写这首诗实在是太引人遐想了啊。这个崔莺莺搞不好是双鱼座的，喜欢放电。待月西厢架，我在西厢的月色中啊，迎风户半开，我的门是一半开着的。扶墙花影动，一看墙边花影在那摇，疑是玉人来，哟，难不成是你来喽？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哇，这首诗所有那种春心大动的男生啊，一看就暗示我去嘛，他门会半开的嘛，对不对？我就是那玉人嘛，啊，这自己对号入座了啊。结果他就翻墙了啊。总而言之，张生翻墙以后呢，崔莺莺就来了，哇，就开始教训他啊，你对我们家是大恩人，所以我妈才把我跟我弟弟托给你，还拜你为兄啊。你怎么叫被你讲那见不得人的话，我都不能听啊，听了我要去河边洗耳朵啊。你这不守礼法，这乱嘛！我本来就想算了，可是你做这坏事，这样子是姑息养奸啊，那这个是不义的事情。可是呢，我想告诉我妈，可是你又对我们家有恩啊，这是不祥的事情，我怕叫红娘传话，红娘又乱传啊，所以我才写了一首诗，表达我的心意。我希望我们两个是根据该有的礼法来相处，不要乱，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翻过头去就走了。啊，张生就翻了墙，这个屁股蛋还痛着呢。然后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我完全不知道，刚刚什么糊里糊涂被骂了一顿，这家伙就走啦，就好吧，色胚子，反正到时候也清醒啦啊，被人家小姐姑弄了一顿，真的也不是读书人的样，算了啊，这故事不是就该完了吗？没有，红娘就有一天捧着崔莺到张生的厢房，把被子跟枕头全带过来了，哎，来了，你还睡。好了吧，就把衣服穿了，不然小姐要骂他不规矩啊，就把衣服穿得很整齐，坐在那等着。不久，红娘捧崔氏而至，来了就一副荡妇的样子。那是张生想说，你们是双胞胎姐妹是怎样？前面这样，然后现在变这样。早上呢就偷偷看没人，就跑回自己的房子，然后晚上呢看没人，就跑进来。搞多久呢？差不多1个月。这个张生也是要去进京考试的啦啊！别忘了，这他们俩已经相好1个月左右了哈。所以大家已经感情你侬我侬啦，那张生就要跑啦。哎呀，你对我始乱终弃，这也是我该有的命运呐！啊，我对你绝对不会恨你啊，反正至少是你呀啊！但是别忘了我们当初发的誓，你说我琴弹得好，以前我太害羞了不敢弹给你听，现在就弹吧啊！就弹了一首给他听，反正心情乱啊，所以曲也乱得一塌糊涂，噔噔噔就不行了，难过的跑啊！那个张生去考试没考好啊，没考好也没再回来，反正他们就没再见面啊。可是呢，张生呢后来知道崔莺莺嫁到京城去了，然后说：“哎呦，就嫁在这儿啊，那我就写一封信给他好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啊。写了封信以后呢，然后崔莺就回信：“你要再写信来挑逗我，我不会拒绝你。但是呢，怎么样不能定情啊，什么的。”这个张生还要求见崔莺莺，都没见到啊。崔莺就干脆不见了，不见了呢，就写了2首诀别诗，可见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啊。可是呢，哎，当初就你去考试以后你就没回来了，你今天还说三道四的，你如果还爱我的话，还不如就爱你现在身边的人呗，意思就不用见面了啦，过去的就过去了啦，这个故事就完了。所以《西厢记》是个好故事吗？如果根据这个来，这完全不是一个好故事哎，很烂的故事哎。所以后来的故事，后来《西厢记》都要演张生考上了状元，然后就风光的回去把这个崔莺莺给娶了，这就符合社会价值嘛。你这光这原始故事，这是个烂故事嘛。崔莺莺跟张生的故事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是一个女子非常大胆的跟他发生关系以后，又非常意志坚决的跟他断绝关系啊。就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爱他；你真的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跟他断绝关系。这是崔莺莺非常果决的地方。
那张生呢是个烂人，是一个伪君子。那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你就从弗洛伊德解释的话，红娘就好像是两人的本我这样，然后崔母是两个人的超我就是礼节的部分，还有呢社会规范跟女性情欲，在这里面呢，到底崔莺要求张生去庙里面见面，到底是他情欲的那个表现，还只是他想教训他这个大概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是他假惺惺的说他要教训他，其实他是要想跟他发生一点关系然后呢，这个门当户对的问题，因为崔家是名门之后，只是他的父亲过世，所以他们的名门的那个地位还在，但是财富已经不如以前那这个张生呢是要考试才能够晋升到一个地位，那他没有考试，没考上，所以呢他地位也没有达到当时认为门当户对的地步。科举考试就变成后来你很熟悉的这种穷人翻身的管道你考上台大，你这辈子就可能把你们家从小的那个不好的环境，可以在你身上可以在你这一代人获得一个转折可是呢你不要忘掉，所有历代呢的大部分的社会都在复制原有的阶级结构到了民主时代也差不多那个有钱人跟有权力的人的小孩能受到的社会的这个关照是真的是比较多的